他是周總理唯一的兒子，可卻對自己的身份只字不提，甚至為了隱藏身份，在遙遠的基層單位躲了一輩子，與父親也僅僅只有過一面之緣。如果不是總理去世後紹興政府的一個舉動，恐怕幾乎沒人知道周總理竟然還有一個流落民間的兒子。1976年，一代偉人與世長辭，舉國悲痛。為了更好地開展研究宣傳工作，紹興市委特地邀請一人回到紹興，回憶整理周總理當年紹興之行的有關資料。這個人叫王樹，他是周總理的姑表侄兒，親身經歷了當年總理回鄉的全過程。那他是如何變成周總理的兒子的呢？這對父子又為何多年避而不見呢？讓我們跟隨時間一起退回到1939年。上海淪陷，武漢失守，浙江告急。那個時候的中國四處遍布着日寇侵略的鐵蹄。周總理為了開展革命工作，以回紹興老家祭祖為由做掩護，與浙江的中共秘密組織取得聯繫。那個時候的王樹正在讀初中，可年僅17歲的他卻早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顆革命的種子，對表伯父周恩來的大名更是仰慕已久。從半夜大雨淋到為親友題詞，周總理一路祭祖，一路為侄兒講述其中的歷史故事。而王樹聰明好學的性格，也讓周總理對這個侄兒平添了幾分喜愛。回到家中後，王樹堅定地向長輩們表示，他要跟隨表伯父一起去抗日前線打鬼子。小小年紀就有如此熱血，王樹的話讓周總理頗為動容。可看着一臉稚氣的侄兒，他卻有些遲疑。你年紀還小，應該繼續上學，這次還不能帶你出去。王樹聽後難過地低下了頭，瞬間紅了眼眶。周總理不忍看他傷心，主動提出，你做我的乾兒子好不好啊？王樹連连答應，好。在家人長輩的見證下，他站到周總理身前3鞠躬，當众叫了一聲乾爹。周總理應下後，馬上取來了一張宣紙，為他題字一副：乘長風破萬里浪，木像表侄一兒周恩來。木像是王樹的字，署名的一兒二字則代表承認了王樹的身份。往後的日子裡，王樹一直謹記父親告誡他刻苦學習、獨立生活的教誨，考上了上海交大，參加南下服務團。他幻想着有朝一日父子倆能夠在戰場上重逢，共同為新中國的革命事業而奮鬥。可誰也沒想到，那趟紹興之行是父子倆的第一次見面，卻也是最後一次見面。自從紹興一別，王樹就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周總理。他曾多次嘗試寫信，卻從未收到過一封回信。事實上，這並非是周總理狠心，反而恰恰是源於他的一片良苦用心。背井離鄉多年，輾轉各地革命，他不是不想念這個兒子，可因為自己特殊的身份，不得不與老家的親人們劃清界限。革命時期，前有日本侵略者的耳目，後有國民黨特務的暗殺，他怕將王樹置於險境。建國後任國家總理，他又怕這層關係讓王樹產生優越感，也怕工作單位得知後對王樹予以特殊照顧，從而影響他的進步。儘管周總理不曾給王樹回信，但他卻特地給王樹的家人寫信，解釋了其中緣由，並且一直暗中關注着這個義子的成長。得知父親的用意後，王樹在工作上更加努力了。他一直牢記父親留下的10條告親戚朋友的家規，特別是第9條，任何場合都不要講出與周恩來的關係，不要炫耀自己。在福建的基層崗位上工作了一輩子，他兢兢業業，低調做人，沒沾上周總理一點光。直到1978年，紹興地委準備編寫周總理資料，王樹的身份這才被公之於眾。時隔多年回到故鄉紹興，王樹提筆回憶往事，似乎又回到了第一次見到父親周總理的那天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，歡迎大家給視頻點讚、留言、加個關注，下期再見。